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红白机平台双截龙初代的复刻版。之所以说复刻版，是因为采用的还是红白机的素材，系统还有打击感上略有变化。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面的小兵挂了之后躺在地上不消失，所以小伙伴们应该就知道了，这并不是红白机平台的。因为以红白机孱弱的机能，如果小兵被打倒了，肯定闪光2下，然后就没了。地面的武器切换了场景和敌人之后也不消失，但是咱们击倒对面的小兵之后，它会有一个明显的音效，两拳一脚可以让敌人保持站立的情况下一直输出，后面打 BOSS 的时候甚至是可以3拳或者4拳，打起来就更有效率了。但是这个复刻的版本容错率真的是太低了，我刚才就是失误了1次就被打掉了3格血，这还是对面一个小兵造成的伤害。到后面如果你不小心被炸弹炸到，被飞刀击中，或者是被 BOSS 打到，受到的伤害会更高。我这里4000分，涨了1颗心，2颗心了就有终结技了。这个升级系统有变化，心满了是3颗心，但是我记着红白机版本心满了是7颗。街机的初代是没有升级系统的，玩的时候你就感觉街机版的双截龙1代和红白机版完全就是2个游戏。其实双截龙的初代还出过 DOS 的版本，还有掌机版以及其他一些主机的版本，但是这款游戏真的相当的奇怪啊！版本虽然多，但是每一个版本之间区别都非常大，长得都不一样。可能是因为当年的机种之间主机的架构差距比较大，但是性能差不多，互相之间移植、模拟、复刻难度比较高，还不如推倒了重做呢。第一关的 BOSS 阿波波，我直接把它推下去了。游戏的场景流程基本上和红白机版是一样的，但是后面也有一些分支或者是有区别的地方。这里被纸箱给砸了。上一关最后打那波4、5个小兵的时候没少挨打。捡这些道具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有些时候游戏有 bug， 你捡完了之后你的分数就不会再增加了。咱们现在是2颗心，还有1颗心要升呢。飞脚的操作和原版也有区别，因为原版的飞脚是 AB 一起按，拳和脚一起按，但是这个版本跳是一个单独的按键，所以你可以在跳出去之后选择时机再伸腿，操作上是比原版灵活一些，而且开场就有后肘。这个后肘在红白机的原版是6颗星的技能，伤害很高。这个炸弹应该是整个游戏当中最危险的暗器了，被炸一下大概是半格血，而且它扔得很远，速度也比较快。在原版里边反而没有这么大的危险。炸弹在整个的浮空的流程当中都有伤害，碰到身上就爆炸。
这个版本在目前的场景，感觉视角上要比原版宽阔很多。第2关的 BOSS 实在是不给力，包括第1关的阿波波。到了下一关，他们2个都变成小的精英怪了。我记着当年玩红白机的版本，打到这里之前，因为有一个棍子的 bug， 早早的把心数提升到4个以上，抓着他的头发就直接扔下楼了。这个家伙毕竟是 BOSS 啊，咱们可以4拳1脚。这个地方很奇怪，第2关的时候，第1关得到的分数没有继承，只是心数继承了。但是第3关直接是继承了第2关的分数。第3关的流程比较长，难度也是比较高。我感觉在关卡长度的设计上，红白机的版本不是很合理。第3关如果拆分成2到3关，还可以。他的飞刀能够打到自己人啊！这个版本应该是可以双打，红白机的原版不可以。刚刚那个家伙是把自己炸了是吧？炸完之后没起来，直接就挂了。还有飞刀，咱们让一下。这些小兵使用道具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心得体会：你们不在同一个平面上，不在同一个线上，他就已经开始瞄准，开始扔这个道具了。知道这一点了，咱们躲炸弹、躲飞刀就简单一点。但是我感觉小兵的走位还是很飘忽的。这2个没有多少血呀。哎，刚才那家伙飞了，就是拿着炸弹的那个，怎么没了呀？我自己练习的时候，这个场景我玩了很多遍啊，第一次遇到。这是什么鬼啊？原地起飞啊！我还等着他跳过来呢，然后我在空中一个飞脚把他踢到水里去。我感觉这个操作一定很帅，结果人家飞了。为了不让我秀操作呀，直接就无视了物理定律。这肯定是一个 bug 呀！正常他应该是跳到桥这边来，扔进水里好多个。咱们目前的视角应该也是比红白机版本要宽，人物贴图的比例变小了。前方这里是2个阿波波。2个阿波波就是一起上来挨揍啊！第3关如果到这里结束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长度合适的。复刻的版本还是在这里进行了区分。首先是咱们的血量被加满了，说明确实切换了一个单元，而且咱们的分数也重置了。这里上方又掉下来落石，我记着红白机版应该是冰块。然后如果你一旦被其中一个击中了，那就是一串啊，并且这个石块它掉下来之后崩出来的小石块也是有伤害判定的，这个判定还很严格。
只要贴图存在，伤害就存在。跳跃这里感觉变简单了一些，因为复刻版的跳跃感觉性能上更好了，跳得更远。直接扔下去，就算是干掉了。这里下方应该也是有场景可以走的，会涉及到一些分支。这个地方难受了，空间非常的有限，对面还在朝咱们扔炸弹。3颗星了，所有的小技能都会了。哦，被炸了一下，看我的血量啊，直接一半没有了，这下太疼了。刚才我是有点拖大，因为玩红白机的版本玩了太多年了，红白机版本扔过来炸弹绝对扔不了这么远的。对面还有拿着石头的敌兵啊，这真的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！我的天，我剩下1根血了，我这关难度好高啊！赤手空拳的敌人其实一点也不可怕。可怕的就是那些拿着道具的。我这里再有一次失误，这条命就没了。前方有一个回血的场景，希望我能够坚持到。这个场景我记得红白机的原版是没有的。绿色的阿波波，这个阿波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为什么变色了？好的，就是这里，非常好心的给我回了1滴血，但是1滴血根本没用，因为你如果被对面打了1次的话，至少要掉3根血。正常过关是右下。但是这里左下有一个场景，咱们现在血量已经被加满了，这里的小兵不用打，咱们爬上去直接就回到了刚才的场景，就算是把血量回满。这是真的不错呀，正好我的血量已经被清空了。这里大概有10个左右的敌兵。哇，这个家伙会飞脚啊！原版它可是没有这个动作的。打倒之后躺了一地啊，是不是有点浪费了？这如果换作是我呀，肯定还是要做其他的输出。只有拳和脚显得太简单了。还是扔下去打得比较快呀，但这不就更加浪费了吗？2个一起来，我的天，还有啊！我感觉不止10个了。第3关的流程真的长。打了我一顿。这个地方幸亏我把血量加满了，不然就挂了呀。这波终于是打完了，打得我意犹未尽啊！第3关过关，
第4关按照这个复刻版就是最后一关了，所以咱们的血量一定要小心谨慎。上来我就被石柱推到了一下，但是我感觉这个石柱比红白机版还是要好躲一点。这家伙走位走哪儿去了？这波敌人原版可没有啊，敌人的数量还有同屏敌人的数量比原版都增加了好多。躺了一地的人啊，还有。不让他们过来了，这就很符合兵法了。以逸待劳，敌半渡可击之。一只阿波波，原版这个阿波波是不用打的，但是这个版本我看是不行。之前试验过，如果你不击倒所有的敌人，你是不能往下一个场景去的。一起爬下来5个，有一个手里还拿着棍子啊，这也能爬吗？我这里太难了，我不想捡这个鞭子，不小心捡起来的，竟然还有敌人，像下饺子一样。现在地上躺着，我感觉都不止10个了。我就这么点血量了，一会儿切换场景的时候不知道回不回血啊。爬上去看看吧。怎么爬上来之后我还磕到脚了是吗？还咧了一下嘴，这里的血量没给我恢复。我的天，一个上勾拳啊，把敌人打上2楼了。不知道应该说我力量大还是敌人扛揍啊？等一下他，直接把他打掉下去算了，还溅起了水花。下边是水啊，这个地方在原版不是很好过，主要是这些电梯。我的天，刚才那个敌人是怎么了？太猛了吧，太刚了。哦，他直接跳到这儿了。我刚刚这个操作在红白机的原版也可以实现，不走这个电梯直接跳过来，但是难度比较高，是一个极限的跳跃。在这个版本实现起来比较简单，因为跳跃的距离比较远。下边那个家伙没挂，我其实可以坐着电梯下去，把它清理完了再走。但是这个场景应该是可以不干掉所有敌人就过关的。原版好像是进上边这个门之后就是最后一关，所以流程是5关。但是这个版本好像是血量继承啊，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。一会儿进去看一下，要继承的话可坑了，我现在只有半根血。要面对最终 BOSS 战的场景，血量继承了，但是给我回复了1格血。已经到了。这个场景最理想是咱们把这个门口堵住，把所有的敌人都在这个地方干掉，包括吉米。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，就是
比利的女朋友被抓走了，然后关在了这个小房间里。这个小房间里怎么出来这么多人啊？所以玛丽安到底变成了什么形状啊？屋子里甚至出现了2个女性的敌人，不敢想啊！我想不明白啊，但是我大受震撼。门口实际上等于我没有封住啊。街机的版本如果是双打的话，打完最终 BOSS， 1P 和2P需要 PK 一下。红白机的版本因为只能单打，所以说打完最终 BOSS 之后，后面就是打吉米。但是如果双打的话，不知道会是怎样一个安排，大概率也是1P和2P进行 PK。出现了，其实吉米的难度比最终 BOSS 还要高，因为他特别的肉啊。这里我打他大概要打1分钟，不停的输出，这也太惨了呀！感觉他的血量是最终 BOSS 威力的3倍啊！这里打完之后呢，就是救出了玛丽安。玛丽安没事啊，在床上躺着。在比利来救他的过程当中，玛丽安发生了什么？大家自己想象吧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双截龙初代的复刻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